16号，日本发布了2024年外交蓝皮书，时隔5年重申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并强调了构建稳定、建设性的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蓝皮书继续妄议台海、南海等问题。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不久前高调访美时曾声称，中国是全球和平稳定最严峻挑战，如今却在蓝皮书中重申战略互惠。日本在打什么小算盘？来看报道。据共同社报道，日本2024外交蓝皮书表示，与中国构建有建设性的稳定关系很重要，并且要同中国对悬而未决的难题反复讨论，并就共同课题展开合作。日媒普遍注意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时隔5年重新被写入了外交蓝皮书中。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由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06年提出，当时的背景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至2006年执政期间，因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引发周边国家强烈不满，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冰冻状态。安倍晋三提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后，受到中方高度赞赏。2008年5月，中日正式发布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出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这份联合声明作为中日之间的第4个政治文件，与1972年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1978年和平友好条约及1998年联合宣言共同构成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下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此后，因为日本政府在台海、南海、钓鱼岛等问题上的消极举措，中日关系逐渐紧张。直到去年11月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两国领导人才重提战略互惠关系，这也成为当时全球媒体报道的焦点。按照当时日本经济新闻的说法，这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复活。所以此次日本外交蓝皮书重新写入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充分反映了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引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读卖新闻1周前曾爆料，中日韩有望于下月底在韩国首尔举行3国领导人会议，各方已经进入最终协商阶段。如果成行，这也将是2019年12月以来中日韩3国领导人近4年半再次举行相关会议。外界认为，日方此时重提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也可以缓和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顺利召开铺平道路。日本也认识到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和合作伙伴，那么对华经贸利益也事关日本的经济发展，所以也不想看到中日关系出现根本性的恶化。日本在外交蓝皮书中再次写入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我想本身也是应有之义。虽然蓝皮书传递出积极信号，但其中仍不乏妄议台湾问题和南海局势的内容，包括再度提到所谓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日本时事通讯社称，外交蓝皮书还表示，鉴于当前困难的战略环境，日本政府将推进与美国和菲律宾的具体合作。蓝皮书称，7国集团、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以及日本、美国和韩国等志同道合的跨国框架变得相对重要。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刚刚结束了他的高调访美行程，美日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谈，会后的联合声明不仅在涉台海、涉南海等问题上对中方妄加指责，并鼓噪中国核威胁。岸田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时，还毫不避讳地指责中国是全球和平稳定最严峻挑战。 China's current external stance and military actions present unprecedented and the greatest strategic challenge, not only to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Japan, but to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 large. 因此，在16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虽然谈到了中日领导人重提战略互惠关系，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关键政治引领，但他同时也强调，日方有关文件沿袭抹黑、指责中国的陈词滥调，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日方纠正错误做法，
停止挑动和制造阵营对抗，真正将战略互惠关系定位作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遵循，朝着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这一目标做出不懈努力。现在岸田政府的对华认知还是出了问题，那么被零和博弈的地缘政治思维所主导。我想，日本如果不能端正对华认识的话，那么中日关系的长期的健康稳定发展也无从谈起。所以，我想对于岸田政府的涉华的一些表态，我们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日本发布2024年版外交蓝皮书，时隔5年重申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那么，耿先生，您对此如何看呢？这次日本的外交蓝皮书再次重申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并且强调构建稳定建设性的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和美国强化关系的同时，和中国也保持斗而不破的关系定位，强调保持建设性的稳定关系对两国非常重要，双方需要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当然了，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两国领导人对中日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再次的定位。这次谈及的战略互惠关系是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之时，双方发表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所提出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确立其实就类似于今天中美关系要扣好的第一粒纽扣的意义。这是中日关系一次重大的进展。其实100年以来中日关系一直都存在一个谁来主导、走向何方的问题。当然，这中间有美国的因素，因为日美在2战后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国在直接影响，甚至在重大问题上主导着日本的一些外交决策。但是在中日的互动当中中方是主导方，而且特别在建交之后开启的中日关系发展的热潮中，中方所倡导的以和平外交、人民外交、友好外交为主要特征的中日关系发展，应该说一直是顺畅的。但是近年来由于日本面对着百年变局等各种各样的压力，首先是中日关系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中国从以前远远落后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到2010年经济总量开始超越日本，到之后的10几年间，中国的 GDP 现在已经是日本的3倍以上了。而日本则明显感受到了这样的变化和压力，而且特别是伴随着中日经济和综合实力的这种明显变化同时又呈现出中日关系似乎在向着负面的方向在发展。在中日经贸额不断增长的同时中日之间的政治信任和民间感情却似乎在不断的下降。这种微妙复杂的中日关系取态对中日都是压力很大的，对日本就尤其如此。同时中日两国在战后也一直就存在着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说东亚争雄的问题、历史认识的问题、台湾问题、两国的领海划界问题等等。近年来中日都在走向大国化的进程当中又不断的发生了一些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原因。重申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对于中日关系意味着什么呢？那日方对华政策会有调整吗？日本是一个岛屿国家，所谓岛屿国家就必须要成为陆海联动的桥梁。但是从战后几十年的实践来看日本和周边各国的关系发展并不融洽。另外日本毕竟主要是个经济大国，它的经贸关系主要是靠和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互动，而不是依靠美国现在日本和中国每年的经贸额达到了3600多亿美元，可是和美国的经贸额只有中日经贸额的1半左右。在地缘关系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邻居，所以这些都使得日本处处进退两难。其实日本无论是自身的稳定，还是经济繁荣以及大国化进程，都处处离不开中国。这就是为什么近2年来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争相的送投名状，但实际上岸田也在很积极地推动日本加入 RCEP， 加强和中国及亚洲的这种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以稳定
日本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就在最近2天，他跑到美国去和拜登秀恩爱的同时，又和中韩两国争取要在5月份举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推动中日韩的合作。这些看似矛盾的表现呢，其实正是日本今天面对两难困境和自身国家发展焦虑的一个真实写照。美国的焦虑啊是霸权的焦虑，而日本的焦虑可是生死的烦恼啊，所以啊就更显得进退失据，捉襟见肘。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呢，我们尤其要冷静准确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别要重视日本的动向，调动中日关系中的积极因素，注意克服消极因素。中日关系也要扣好第一粒纽扣，重建战略互惠关系就是今天中日关系的第一粒纽扣，进而也同样用和为贵、稳为重、信为本的方针来建立中日相处之道，牢牢地把握住中日关系的主导权。但日本首相上周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仍在鼓噪中国是外部最大威胁。在白宫参加美日菲3边峰会，矛头也直指中国。那么想请教一下耿先生，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美日菲最近走得很近啊，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他们这种秀恩爱的背后啊，实质上还是美国的问题，也就是说，还是中美关系遇到了一些障碍。其实啊，美日菲之间秀恩爱背后啊，也暗藏着很多不确定性。第一呢，就是特朗普变数。最近美国的民调又显示了特朗普支持率高于拜登的这种情况。日本和菲律宾等对这个当然也心知肚明，他们眼睛盯着拜登，其实心里啊不得不惦记着特朗普。尤其是如果特朗普再次出山，会如何收拾类似美日菲这类的烂摊子？会不会再来一次退出 TPP 的操作呢？而且美国大选已经白热化了，特朗普和拜登越对抗，选后的变化就可能越剧烈。日本和菲律宾不会不清楚这一点。第二，即使是拜登连任，但是阿富汗撤军不就是在拜登的任上吗？当时拜登展现的那种失败主义的大溃逃，全然不顾盟友的那种自私自利的作为，日本和菲律宾不会不记得。第三是更重要的，中美也在频密的互动。就在昨天啊，中美防长呢视频通话，中方强调了在台湾和南海问题的一贯立场，指出地区国家有意愿、有智慧、有能力解决问题，要求美方认清中方坚定立场，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和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而且呢，布林肯也即将访华了，表明中美有更多的需要互动和讨论，甚至于利益交换的话题。中美关系正在止跌企稳，需要谅解，也需要合作。这在日本、菲律宾的眼中啊，也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